们浸泡酒的时候，碰到果味比较单纯的水果，就会出现果味遮盖不住酒精的刺激，入口就不友好了。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给酒降度。降度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加纯净水。不用怀疑，就是加纯净水。最近正好是草莓上市的季节，草莓浸泡酒的特征是草莓的果味主要呈现在前中口，后口略显平淡，所以用后口浓郁的威士忌浸泡，整体就会饱满。草莓、酒和冰糖的比例可以按照3:5比0.25，也就是我们加入173克的草莓、14.5克的冰糖和288毫升22度的酒就可以了。这次我选用多次获奖的轩博原酒40度，它自身有一丝清新的甜美感，还略带黄油和蜂蜜的柔和，整体比较细腻。我觉得这个感觉去补充草莓前中口果味后的不足，会显得更加的丝滑。降度的方式是158毫升的酒和130毫升的水，也就是288毫升22度左右的酒了。好了，低度数的话，大约2个月左右就能开封，最终果酒的酒精度大约13、14度。对于资深一点的酒友来说，就得做不降度的高度版，果味和酒感都会更厚重一些，但是草莓、酒和冰糖的比例的适当调整，约为1:1比0.08，也就是适当增加了草莓和冰糖的量。最终酒精度大约25度，正常情况下要浸泡3个月。这一瓶我也试验上，过一段时间再逐个开封。我用4个多月时间把红枣掰开了揉碎了的泡，终于做出了一款还算满意的酒。第一步，选定基酒。上等的新疆和田菌枣去核后蒸15分钟，晾凉后放入小瓶子。泡过酒的人都知道，好喝的关键是基酒。咱先做6种基酒的对比。因为之前有邀请大家品尝过一次红枣酒的经验，所以这次做了降度、去糖以及减枣的处理。10天后开封。清香和浓香自身的特征都在，不难喝，但对于不常喝酒的人来说，味道还差点意思。威士忌的滋味和浓郁的枣味都扎堆呈现在后口，搭配的不舒服。朗姆酒的清甜给浓郁的枣香一个缓冲的层次，很不错。伏特加的没有明显的特征。鸭梨白兰地的鸭梨清甜不像朗姆酒的甘蔗清甜那么明显，有点浪费鸭梨的清甜和香气的感觉，所以综合下来，朗姆酒胜出。第二步，选定红枣。之前咱们用的是新疆和田菌枣，市面上没有去核的，但新疆若强灰枣有，于是我又做了菌枣和灰枣的对比。10天后开封。灰枣的明显寡淡，糯感和绵稠感都没有，不好喝，还得用菌枣。我又做了去核和不去核的对比，这期间我也找了去核的厂子，要么是去不了，要么说量太少，总之还得自己想办法。开封后发现不去核的全是枣皮味，枣肉的甜和糯一点都没有，有点麻烦了，烦死了。静下来的时候把枣切开，分析了一下，枣分为枣皮、枣肉和枣核，我们想要的是枣肉的滋味，去核正好是让酒更好的泡到枣肉，那划开个口子应该也行。制作过程中发现剪开或许也行，于是又做了一瓶剪开的，但是枣核有的就露出来了，那枣核是否会带来苦味呢？于是我把枣核也装了一瓶，再加上一瓶去核的，又是4瓶的实验。10多天后开封。划开、剪开、去核的3款差距不大，另一瓶纯枣核的也没有苦味。那目前咱们相对就找到了一个可量产执行的方案了，剪开，毕竟操作时间比去核要少太多了。截至目前，朗姆酒做基酒，新疆和田菌枣剪开后蒸15分钟，晾凉后一起浸泡10来天，这样的产品已经不错了。零香精、零色素、零防腐剂，浓郁的枣香给人甜糯感，后口又有甘蔗的清甜来增加层次，很不错了。但这样销售的话，总觉得还差点东西，略显平庸了。第3步，加点个性。所有的组合搭配目前还没有总结出通用的规律，只能不断的试验。于是我分别加入人参、咖啡、陈皮和香草荚进行了一组实验。10天后开封。加入人参的在入口前闻香和回味时都有草本香，参味不是很明显，但层次又增加了，仿佛让酒多了一丝灵气，很有意思。咖啡的味道和枣味相冲，不好喝，
陈皮的也不错，既清爽又和枣味交替呈现，整体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。香草荚的和咖啡的有点类似，跟枣味融不到一起，所以目前有2种可以量产，一种适合人参搭配，一种适合陈皮搭配。而现在正值冬季，人参的气质更搭一些，那咱装入瓶子，盖上盖子，贴个标签，后来又试验出一个小有 bug 的至尊版，那就是把枣皮去掉。前面咱们也分析过，剪开枣主要就是要枣肉的滋味，枣皮的滋味其实一般。那现在咱们去掉枣皮，泡出来的就全是枣肉的滋味，又做了一组对比。10多天后开封。如果说剪开枣和人参的组合是人间美味的话，那去皮枣和人参的组合就是天宫的琼浆了，没有丝毫的杂味，纯的都喝出了一种高贵感，甚至还让人怀疑这枣味是枣的吗？但和田菌枣去皮更是没有加工的设备，我一天下来估计也就能削3-4斤酒的枣皮，而且浪费严重。想要追求这种高贵的天宫感的话，各位只能自己动手了，这就是小 bug。但人间美味咱有现成的，39元，尝尝不？有人说桂花粉好喝，有人说难喝，那到底怎么样？我来帮大家实验一下。我先用 0.5 克的桂花，4克的冰糖，50克的汾酒来实验。第一次浸泡我都用小罐子，免得不好喝之后既舍不得倒掉也喝不下的纠结。1周后开封，桂花的确增加了令人愉悦的香气，甜也让入口更顺滑舒服，但汾酒自身的香气对于不常喝酒的人来说没那么友好。后来我又用5款基酒去做对比，开封品尝后发现浓香和清香是类似的问题，酒自身的特征过于明显，不适合不常喝酒的人。伏特加浸泡的缺少特征，后口还有一点苦和辣，不好喝。而3款白兰地都是在原来果香的基础上增加了桂花香，比高粱香明显的增加了让人愉悦的气息，但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花香遮盖不住酒的刺激感。这个问题好解决，降度。Round 3。于是我把原酒降到了20度，又做了4瓶实验，并用朗姆酒替换了伏特加，开封品尝。汾酒的明显好喝了很多，降度后花香能够遮盖住酒的刺激感，酒精也没那么冲了，多数人应该更容易接受这个口感。但相比来说，我更喜欢鸭梨白兰地浸泡的。桂花香气其实有些单调，而鸭梨白兰地的清甜正好去补充桂花香气，给了花香一丝天然的纯净，让酒体更有层次。山楂白兰地的也不难喝，但果味的特征没有鸭梨的明显，也还不错。朗姆酒的甘蔗清甜反而在桂花酒里不明显，没有红枣酒的那么惊喜，整体一般。还有一款比较出名的花酒叫玫瑰露，咱们以后再聊。